萧炎初到焚炎谷之时，看到萧炎的炼药师们都以为赤火长老糊涂了，就连焚炎谷谷主都是微微一怔。不过他掩饰得极好，毕竟这么年轻的斗宗已是少见，如果还是个6品炼药师，那可就有些逆天了。唐振在打量萧炎的同时，萧炎也不着痕迹地扫了扫这焚炎谷谷主，红发瘦小，其貌不扬，实力深不可测。一面相极为刻薄的老者突然跳出来质疑赤火长老带了个什么人来。赤火长老顿时就不高兴了，毕竟对方是一名6品巅峰炼药师，不好得罪。直到自己还没有老眼昏花，唐振像是没听到质疑一样，笑眯眯地让萧炎坐下，随后就说起了正事。自己炼制的是6品高级丹药，因此需要2名能够抵御住9龙雷罡火的炼药师，只要灵魂力量能够在9龙雷罡火中扛过10分钟，便能留下来作为协助。其余的人焚炎谷也不会让他们白跑一趟，在场的人基本都被淘汰了，唯有一名丹塔的顷刻长老幻大师利用天寒火勉强撑了下来。看到这样的结果，唐振有些失望的道：麻烦诸位了，现只有1人通过了测试，而自己所需要的是2人。那刻薄老者莫大师立马出声嘲讽：不是还有一位炼药大师吗？没错，说的就是萧炎。萧炎怎么可能不行？被啪啪打脸的莫大师依旧嘴硬的道：不过是仗着一火之力罢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唐振笑了，他相信萧炎是有实力的，于是出声表示炼制丹药时会请大家旁观。莫大师等着看萧炎笑话，半点不饶人的盯着萧炎道：到时候莫要将唐谷主准备的那些珍稀药材给毁了。这次萧炎没惯着他，直接回怼道：多谢提醒，这位莫大师，待会儿在一旁观看便好，协助唐谷主炼制丹药的事交给我与这位幻大师便好。此话一出，把莫大师给气的握茶杯的手止不住的抖。一直跟在唐振身边的红衣女子见到萧炎一语将莫大师气得这般模样，顿时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还是在唐振的瞪眼下才连忙住嘴。唐振出声打圆场道：不必担心药材的问题，以焚炎谷的实力还是能够凑齐的。另外这次丹药炼制并不简单，只要最后丹药炼制成功，焚炎谷给出的报酬一定会令2位满意。当然若是2位有什么需要之物，也尽管开口便是。此话一出，萧炎顿时心头一动，当下就直接挑明自己想要天火3玄变。毕竟同实力与风雷阁更强的焚炎谷恶交并不是明智之举，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3玄变自然是最好的。唐晨却是有些为难，知道乃是焚炎谷镇谷之宝之一，按照规矩并不能外传，即便他是谷主也不能违背。萧炎却是不肯放弃。最终萧炎以丹药对于唐振的重要性作为突破口，成功让唐振松口，给他一次得到3玄变的机会。注明唐振炼制该丹药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女儿，也就是一直跟在他身边的女孩火儿。火儿当初强行融合9龙雷罡火，导致火焰反噬，因此留下了极大的后遗症。若是此次炼丹不成，不超过1年，火儿便是会生气枯竭。7品高级火魄丹的炼制过程十分繁琐，总共分为8部分。唐振主要负责利用山溶鼎一心9用提炼药材，萧炎与那名幻大师则负责药材间的融合。整个的融合过程还算顺利，丹成之时却发生了变故。连续几日的高强度炼丹，使得幻大师的灵魂之力受到了极大的消耗。幻大师终于是撑不住倒下了，顿时满场寂静，所有的目光都是带着无比的遗憾，望着那昏迷倒地的幻大师。坚持了10日时间，谁也没想到会在这最后时刻失败，只差临门一脚，真的就这么失败了吗？萧炎看到突然倒下的幻大师有点懵，到嘴的天火3玄变就让他这么跑了？当然不，试一下还有一丝机会，不试就一定会失败。萧炎决定独自揽下承担任务，唐振自然是很支持的，万一成功了呢？在萧炎这里没有万一。丹成之时，丹雷现，唐振那叫一个激动啊！看了看随时要晕过去的萧炎，唐振表示丹雷交给自己便好。萧炎哪里肯干，用这丹雷给地妖魁淬炼身体不香吗？起初地妖魁只是最底级的人级而已，但经过一次丹雷洗礼后，就一跃进入了地阶层次。仅仅是地阶层次的地妖魁，便是能够与5、6星的斗宗强者抗衡。若是最高级的天妖魁，恐怕即便是面对着斗尊强者，也是有着一战之力。斗尊阶别的傀儡，想想都觉得心里一阵火热啊。然而想要达到天阶哪有那么容易？地妖魁吸收完丹雷之力后，仅仅是眼睛有一丝暗沉的金色光泽。萧炎在失望之余还是有一点点高兴的，让丹雷多劈几次就好了嘛。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地妖魁收入纳戒后，萧炎就再也撑不住的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已经是5天后，
睁开眼睛的瞬间，萧炎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摸了摸手上的那戒，感觉到并未少什么后，才重重的松了一口气。在萧炎松气间，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在其心中响起，居然便是那许久没有声息的天火尊者。原来天火尊者的灵魂在那天山血潭中得到了温养，早早就醒了过来，只是萧炎身边总有斗尊强者出现，便未曾现身。萧炎有些惊讶的道：难道尊者如今实力恢复到了斗尊阶别？天火尊者顿时没好气的道：你还真当斗尊是那么容易恢复的吗？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身体的话，我恐怕是永远也恢复不到斗尊的实力。萧炎一听，顿时觉得是时候把天火尊者炼制肉体的事提上议程了，毕竟身旁有一名斗尊强者随时守护，腰杆都能够挺直许多。不过那7品顶峰的丹药生骨融血丹哪里是那么容易炼制的，更不用说萧炎现在连药材都凑不齐，此事只能另想办法。好在药老留下的丹方中有融血丹的平替，7品中级阴阳命魂丹，虽说效果会差一点，但是天火尊者并不在意，他受够了现在的状态。萧炎承诺一定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令得天火尊者拥有自己的躯体后，就推开房门走了出去。庞火儿见到萧炎苏醒了，很是高兴，当下就带着萧炎去找他的父亲了。萧炎也迫不及待的想要得到天火3玄变了。然而3玄变是那么好拿的吗？焚炎谷的长老们并不同意将3玄变交给萧炎。身为谷主的唐振虽据理力争，却也没能说服那些老顽固。最终双方各退一步，只要萧炎能够通过核心弟子的考验，便是能够得到天火3玄变。考题是只要萧炎能在3长老吴尘手中撑过10回合，那么便算其成功。萧炎得到3玄变的心是很坚定的。虽说这吴尘的实力不比飞天弱，但如今的萧炎也算是踏入了斗宗层次，实力比起当初被飞天追杀时不知道强了多少。吴尘不想让萧炎学到自家秘籍的心也是很坚定的。第1回合一拳就捶到了萧炎的胸膛上，然而萧炎却散了。发现被骗后，吴尘立马就使出了纯阳免手。萧炎险险地避开这只大手后，大手居然诡异地延长了半截，一巴掌便斜拍到了萧炎的腰部，萧炎直接就倒飞了出去，吐了一口鲜血后，萧炎直勾勾地盯着吴尘道：再来。接下来就是挨打和再来的时间了。吴尘看着一次一次站起来让他再来的萧炎，那叫一个窝火。直到第9回合再次将萧炎拍飞出去几百米后，吴尘冲上去扣住了萧炎的脖子，将之缓缓举起，然后道：认输吧，老夫若是想要杀你，你早就已经没命了。手中的萧炎却是诡异的笑了，声音嘶哑的道：9回合了。然后砰的一声爆裂而开，是雷幻身。再次被戏耍的吴尘彻底怒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老夫不要面子的吗？只见吴尘老脸都不要了，使出了根本不是萧炎现在的等级所能承受的攻击，太乙火罗掌。萧炎也是有底牌的，早在吴尘有打鸡眼的表现时，萧炎就已经做好了打算，用分身迷惑吴尘的时候，本体就已经开始酝酿3色火莲了。火莲出手的那一刻，唐振的脸色瞬间骤变，吴尘也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，之后猛地一咬牙，吴尘不再犹豫地施展了太乙火罗掌中最强的火罗符。在场的人都清楚，此时的吴尘已经动用了他8星斗宗的所有力量，仅仅是为了一名1星斗宗的青年而已。火罗掌与火莲的对决，到底孰强孰弱？红芒与3色光芒相撞之时，这片天地都为之安静。几个呼吸间，一道连斗宗强者都为之恐怖的能量风暴，闪电般的自碰撞之处酝酿而生。萧炎与吴尘都被震飞了出去，能量风暴越来越大，最后竟有将整个焚炎谷毁掉的势头。唐振虽然很气2长老和3长老对萧炎的不依不饶，但现在也不是追究的时候。怒瞪了2长老以后，唐振就飞身上去划破了虚空，将高速旋转的能量风暴丢了进去，结束了这场所谓的考验。当众宣布完吴尘输了以后，唐振就领着萧炎去往了谷中的斗技阁，也不知道是为了道歉，还是为了感谢，还是看中了萧炎的潜力，唐振直接将萧炎带去了传承水晶的所在之地，而不是给萧炎一卷天火3玄变的完整卷轴。要知道，传承水晶之中不仅有着最完整的天火3玄变修炼之法，还有着焚炎谷历代先辈对这一功法的一些改进以及经验。如此一来，萧炎不仅能以最快的速度领悟，说不定日后他还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，令得这天火3玄变变得更加强悍。得到传承后的萧炎再次对唐振表示感谢后，就离开了焚炎谷，直奔天皇城柳家。柳晴不负萧炎所托，找到了小医仙和新来的消息，只是消息内容不太好，小医仙的恶难毒体暴露了。
丹狱中有着不少势力都在追杀他，其中冰河谷最为疯狂。萧炎一听，顿时就怒了，立马只身穿过空间虫洞前往中州。到达丹狱之时，萧炎才从一路人口中得知，小医仙已经被冰河谷的冰原冰符重伤，现今被围困在北方的洛神剑。要知道这2名长老的实力皆是在6星斗宗左右，萧炎必须得尽快赶去救援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